各位朋友，我常说呢，这世界上的事物呢，分为轻度、中度、印度、超度，是吧？一谈到印度的话题呢，我看就有好多粉丝在我的视频底下表达忧虑，说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对印度的这种免签政策是不是太过了，要反思一下了呀？你看看啊，印度来华签证的最新政策啊，2026年6月，印度公民来华签证实行在线申请加免采指纹加费用下调3大便利化的政策，覆盖短期签证全流程，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有效。中印呢没有互免签证的协议，需要按目的申请对应的签证类别。说在线申请是从2025年12月起，印度公民首次申请可全程线上提交，无需亲自前往使领馆，多方便啊！免采指纹，2026年年底前停留期180日以内的短期签证申请人免采指纹，可委托他人递交材料，连指纹都不需要采集了。那如果是犯了案咋办呢？流程简化，2023年11月取消强制预约当日受理前的阶段提交申请应收尽收，这个是从3年前就开始了。费用下调这个下调至30美元一次，你看对印度是多好啊！不过呢，中国的民间自发起了一场抵制印度游客的这个行动。对待来华的印度人，网上疯传4个不方案太硬核了，上面你发你的签证，下面我关我的大门。最近这段话在很多群里疯狂刷屏，有人说对待某些来华的印度人，民间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4不规矩。相信很多刷到过这个话题的朋友都很好奇，这套刷屏全网的民间规矩具体内容说白了就是不租房、不聘用、不接待、不深交，短短8个字，没有任何官方强制要求，却在国内普通民众、个体商户、房东群体中快速普及。这套看似强硬的民间准则，绝非网友一时兴起的跟风炒作，而是无数普通人踩坑吃亏后攒下的真实经验和无奈自保。不少房东分享过真实经历，部分来华印度租客入住后不仅随意拖欠水电房租，居住期间还肆意损毁墙面家电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这类跨国民事纠纷维权难度极大，流程繁琐，取证困难，多数房东最后只能自认亏损，一次次的吃亏上当，让越来越多房东干脆直接规避风险，彻底拒绝出租房屋给相关外籍人员。当然也有人会说，你中国你这么弄，你不是排外吗？你不是搞歧视吗？对吧？可是呢，大家看看这个印度人呢，在中国大陆做了些什么，你就理解了。这是一群印度人在天津的夜晚的街头，再看看印度的一位女博主在那个农村，她在找什么呢？印度博主不相信中国农村会比印度发展得更好，于是不远千里来到了贵州的一个农村探寻真相。为了能让印度的粉丝们清晰地感受到中印两国的差距，他直接运用了鸡蛋里挑骨头的拍摄手法，一心要证明中国的农村其实和印度一样差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辛辛苦苦跑来中国揭秘真相，可评论区的网友们却不买他的账，纷纷提出质疑，表示为什么中国这么贫穷的农村还能吃得起肉？为什么家家户户门口都停着小汽车？为什么这里不仅有路灯，甚至连路都是水泥路等等，让博主感觉十分扎心的问题。视频刚开始的时候，博主先是乘坐公交车来到了位于贵州华西区的一个农村，然而刚下车，他就看到了这头在印度被奉若神明的存在。只不过在见到这头牛的时候，博主的心里也满是疑惑，
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印度如此高贵的存在，在中国却成了农民们用来耕地的工具。为了弄清事情真相，博主继续向村子的深处进发，可越走他心里的疑惑却越大，因为眼前的景象跟他印象中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完全不一样。在这个偏僻的农村中，不仅农田被村民们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就连房子也大多都是2层小楼。更让他感觉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村里的道路竟然不是土路，而是整齐的水泥路，并且道路的两边还有路灯。这时候，博主看见路边站着2个老大爷，于是便主动上前打起了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什么兵啊？印度 ，India。得到大爷的热情回应后，博主感觉时机已到，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院子里，想要看看村民们的真实生活。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时候一大片的血迹却突然映入了眼帘。见到这一幕，博主被吓得差点拔腿就跑，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好在一旁的这位大哥及时出现，给他解释说他们正在杀猪。对，杀猪啊！只不过听完大哥的解释后，博主仍然显得一脸尴尬，因为不管是之前看到的牛，还是眼前被杀的这头猪，在他们有信仰的印度人眼里都是不能食用的动物。所以尽管博主显得一脸好奇，想要继续探索，但是一想到接下来更加血腥的画面，他最终还是决定停止拍摄，因为他不想遭受印度网友们的口诛笔伐。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才刚走出门口，又被一旁的电线杆吸引了目光。这时候博主表示，即便是在印度这样强大的国家，电力供应不足也是一大难题，很多大城市也会因此停电。所以当他看见眼前这些破旧的电线杆时，就对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产生了怀疑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就是将电缆拉好以后，放在这里当个面子工程而已。为了更加深入地揭露中国农村的真相，博主当场就冲进了一户老奶奶的家里。Namaste。显然，老奶奶对于博主的突然到访显得十分意外。面对博主嘴里叽里呱啦的外语，她还以为这是谁家迷路的傻闺女。随后本着来这都是客的原则，老奶奶又拿出了板凳，想要邀请博主落座。只不过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事情已经进行到了这里，博主仍旧是一句中文都不肯说，对着2个老人又是一顿叽里呱啦的输出。Amma hi hello ఏం చేస్తున్నారు వంట？见到这一幕，2个老人确认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一致认为眼前这个女孩肯定是谁家走丢的傻闺女。见到博主一直指着锅，2个老人还以为博主是饿得受不了，于是立马揭开了锅盖，给他看了看锅里还没煮熟的排骨。不过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博主却显得十分失望，因为他没想到这么穷的人家竟然也能吃得起肉。不过为了给自己国家找回一点脸面，他还是对着这个炉子给大家介绍起来，表示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生活常态。可是一旁的老奶奶见到博主对锅里的排骨不感兴趣，还以为他是想吃点别的，于是就来到了里屋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老奶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博主原地破防，因为这里竟然放着满满一大盆的猪肉。见到这一幕，博主赶紧调转了镜头，准备给粉丝们介绍一下这里不如印度的地方。只见博主在老奶奶家里一会拿起这个看看，一会翻找那个瞧瞧，一点都没将自己当成外人。而他这番懂分寸讲礼貌的行为，也将老奶奶惊得愣在了原地。等博主走出里屋，见到老爷爷的手里拿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东西时，他更是不管爷爷同不同意，直接就将烟杆夺了过来，找个光线好的地方又是一顿猛拍，一副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的模样。等博主再次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头上又戴了一顶草帽。虽然这时候他解释说这是老奶奶送给自己的，可一旁的老奶奶却不耐烦地转身离开了。即便面对这一幕，博主仍旧是一脸的不以为意，又拿起相机开始拍摄起房屋周边的各种设施。而一旁的老奶奶见到他还不肯离开，又害怕他会在自己家做傻事，也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陪着他。可是老奶奶怎么也想不到，即便他展示出了这样的态度，可对方还是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，硬是要进这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看看。见到这个傻闺女这么执着，老奶奶也没了办法，只好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。只不过刚走进房间，博主就被眼前破败的景象整得兴奋了起来。哇మొత్తం పాత ఉన్నది కిచెన్ లోపల మొత్తము చైనాలో ఇలాంటివి ఉంటాయన్నమాట. ఏంటంటే వంట చేసుకోవడానికి పెద్ద పెద్ద గిన్నెలు లాంటివి ఉంటాయి.他立马表示这才是中国农村真正的样子。随后他便一边叽里呱啦的介绍，一边兴奋地在屋子里面上蹿下跳，大有一副不把这个屋子翻找一遍誓不罢休的样子。看着博主疯疯癫癫的举动，老奶奶只觉得是自家祖坟出了什么问题，才会招了这么一个脏东西。走出杂物间以后，博主又被一旁的祝鹏吸引了目光。这时候他面对镜头又是一顿犀利的点评，
表示中国农村的空气其实和印度一样，也充满了让他熟悉的臭味，这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。然而正在博主沉浸在美妙的味道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一旁的粉蒂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చైనాలో సమాధులను చూపిస్తా ఎట్లుంటాయంటే ఇక్కడ నేను శ్మశానానికి వెళ్తున్నా పల్లెటూరులో శ్మశానం ఎట్లుంటదంటే对于博主的这个举动，可能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理解，只会觉得印度人的脑回路确实是有些清奇。可没想到博主在坟地逛了一圈后，却依然觉得不过瘾，扭头又回到了老奶奶的家里。见到对方再次找上门，老奶奶就差将无语直接写在脸上了。虽然她十分不想搭理博主，可架不住对方就是死皮赖脸的不肯走，于是她在菜园里拔了一个萝卜后，开始思考起了让他离开的对策。然而博主见到这一幕，还以为老奶奶是要将萝卜送给自己。正当他想要假装推脱一下，然后再接受的时候，没想到老奶奶却直接来到了猪圈。ఓకే పందులకి ముల్లంగేస్తుంది见到老奶奶宁愿将萝卜喂猪也不肯送给自己，博主显得十分生气，于是他立马调转镜头开始拍摄起猪棚的环境，想要借此机会好好吐槽一番这里的破败不堪。只不过扭头看见老奶奶还在盯着自己，博主可能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然后便和小猪开始告别，拜拜拜拜拜。见到博主终于要走了，老奶奶的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想着赶紧回家和老伴儿吐槽一下今天的倒霉经历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博主竟然又死皮赖脸的贴了上去。见到这一幕，老奶奶也没了留他吃饭的心思，只拿了2副碗筷就准备和老伴儿开始用餐。最后还是不明情况的老爷于心不忍，主动邀请博主一起吃饭。啊？No no no no。其实并不是博主不想吃，只是因为桌子上的猪肉他不能吃，所以他就想站在一边等着，看看老奶奶会不会端别的菜上桌。只不过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，却始终没见到新的饭菜。意识到自己蹭不上饭后，博主只能满怀失望的离开。拜拜拜。这时候饥肠辘辘的博主原本是想找一户人家去蹭顿饭吃的，可走了很久，他都没遇到别的村民。最后他只能从路边的一棵树上摘了几个野果进行品尝。只不过饭虽然没蹭上，博主却在路边见到了一个垃圾箱。这时候博主表示，他实在是没想到中国这么偏远的农村竟然还有专门丢垃圾的地方。不过当博主将镜头对准垃圾桶内部的时候，我却不自觉的心中一紧，还好他只是出于好奇，并不是想要在这里找点吃的。紧接着博主又被桥下停着的这几辆车震惊了，他说自己从没见过有人会将车停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并且丝毫不担心会有被盗的风险。看来中国人确实缺乏安全意识，这一点就比不上印度。印度接下来肯定是妄想大规模来华生存，并逐渐实现在中国建立印度殖民地。为啥？最近欧美几个大国像商量好了一样，疯狂清理印度人。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下手一个比一个狠，几十万印度裔说赶就赶，连招呼都不打。制作不易，可以给个关注。咱继续往下唠，为啥？因为他们终于回过味儿了。这哪是移民啊，这分明是无声的换血。你细品，这帮人打着留学的旗号，一代就是一家子。社区、商铺、政坛慢慢渗透，等本地人反应过来，整条街都快变孟买了。现在西方集体关门，那问题来了，全球14亿人口的印度，下一站盯上谁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中国。更扎心的是，咱们的大门还敞着呢，留学、陪读、经商、签证通道全开。印度国内啥光景？14亿人，资源快挤爆，年轻人没房没工作没未来，他们自己的媒体都喊必须往外送人，往哪儿送？西方关门了，中东热成狗，非洲又乱又穷。转头一看，中国这边政策稳，经济好，姑娘还温柔，于是一场打着经商、留学旗号的人口大迁徙已经悄悄开始了。你去义乌、广州、深圳看看，印度人开的店、租的房、娶的媳妇儿数量在暴涨。你以为他们是来投资的？错，人家是来占坑的。3年时间，一条街从2家印度店变成20家，一个人站稳，拉全家，拉全姓，这速度你怕不怕？更绝的是，印度人他们不急，可以花10年、20年慢慢注这国温水。你看网上，印度已经有人公开教3步走：留学、工作、找本地姑娘结婚，长期留在中国。这是有组织、有套路、有耐心的长期布局。日本被美国拴着翻不起啦，但印度不一样，人家最擅长的就是边境搞摩擦，让你没法安心发展，同时再玩一手人口慢性渗透。等哪天你突然发现某些城市有了印度街、印度商会、印度帮，晚了，
西方为啥集体翻脸？因为他们已经吃过这个亏了。更绝的是，印度人他们不急，可以花10年、20年慢慢煮这锅温水。你看网上，印度已经有人公开教3步走：留学、工作、找本地姑娘结婚，长期留在中国。这是有组织、有套路、有耐心的长期布局。日本被美国拴着翻不起了，但印度不一样，人家最擅长的就是边境搞摩擦，让你没法安心发展，同时再玩一手人口慢性渗透。等哪天你突然发现某些城市有了印度街、印度商会、印度帮，晚了。西方为啥集体翻脸？因为他们已经吃过这个亏了。老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店才刚火起来，结果却被当场查封。起因是在北京的犄角旮旯里有一家正宗的印度美味小厨，据说主理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。而这家店之所以能火起来，与中国网友的好奇心是分不开的。许多来到店内打卡的顾客是既怕不正宗又怕太正宗，而老板也本着入乡随俗的原则，并没有使用印度当地的原配方。为了迎合国内网友的口味，许多菜品也经过特意改良，许多汤汁看起来明显透亮不少，而老板和员工也专门戴上鞋套，防止顾客吃出线头。随着不少吃过这家菜的人在网上分享心得，许多探店博主也特意来到店里打卡，生意瞬间火爆到需要排队取餐。而老板也以为即将迎来事业巅峰，结果还没接到这场泼天富贵，老板本人直接被六扇门带走。而据本地网友透露，就是因为打卡人数太多，所以才吸引六扇门的关注。结果帽子叔叔上门一查，发现老板一群人是黑户，于是当场将店铺查封。而根据店内食客透露，老板被带走的时候人都是懵的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成也网友，败也网友。当然为了健康，如果想吃印度风味，还是要去一些有资质的店。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抵制不是无缘无故的呀，这种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啊，朋友们。多少个西方国家被印度三哥给搞崩了，现在中国大陆你还不警惕吗？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